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暑假也在努力更新的小怪。本期视频是头戴式游戏耳机篇。上一期我更新了头戴式降噪，考虑到炎炎的暑假，大家可能对于居家游戏的需求会更大，那再加上在评论区和一位网友的深度交流之后，也是想着能够为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提供多一份的参考。所有产品都是我实际使用或者是剪辑大人们实际使用后获得好评的，毕竟我们一天待个7-8个小时，能够被我们认可，说明体验肯定不会差。那好了，不说废话，只求大佬们能够多点3连支持一下，可别再下次一定了。先是100元至200元价位段，我就准备了2个选择。这个价位段的耳机追求的就是一个极致性价比，不说什么无敌的舒适性、超好的游戏体验，就是个该具备的那都得具备。首先第一款漫步者 G2 专业版，漫步者 G2 分为2个版本，专业版是有线版，对于追求游戏体验的地方党们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。耳罩外侧采用的是金属网罩，加上亮面塑料拼接设计，配合环绕式 RGB 灯带，符合主流的电竞审美。而如果说还想要兼容使用便捷性，那则再加个20块钱上 G2 无线版。麦克风采用的是可插拔抗噪设计，支持360度调节角度，而且全指向。但是缺点就是需要手动的旋转固定或者拆卸，略微会繁琐一些。音质方面表现虽然说不及专业的 HiFi 耳机，但是也不算是只有听歌响的水平。漫步者在声学领域好歹也是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低频效果强劲，中高频表现均衡，解析力呢在同价位段是属于中上乘，而这样的皮质贴合度很高，长时间佩戴也不会感觉到不适。USB 接口确保了稳定的音频传输，7.1环绕声技术更是为游戏中的定位提供了精准的辅助。那第二款西伯利亚 K03S 耳机整体采用的是轻量化设计，耳罩使用的是低型设计，外隔噪音，内部漏音，独特的55度可调节骨轴非常贴合耳廓，能够适应不同的头型，长时间佩戴也没有什么压头感。搭载了50毫米的驱动单元，能够精准的还原游戏中的各种音效，如 COD 中机械换弹、金属音，仿佛身临其境。电音部分表现强劲，能够增强游戏的沉浸感和紧张的氛围，让玩家在于电竞对抗中更加的投入。那同时呢，耳机还支持自定义7.1音效以及 EQ 调节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游戏类型调整出最适合自己的音效。那最主要的还是价格，相比于之前还下降了20块。有的人在偷偷摸摸的涨价，只有你是懂我们的心。然后是200元至500元价位段，这个价位的耳机相对来说会在某个区域更加的突出。脉从 X9， 我觉得还是这个粉红色最有个性，就是对于爱人来说，跟除以极型酷法没有什么区别了。耳机关机键转移到了底部，那相较于那种按键到处飞的布局，盲操起来会更加顺手。同时，音量滚轮升级为了机械段落感，就是那种每转一格都有清晰的反馈，配合电脑屏幕实时显示音量数值，我们对于耳机电量的把控就能够更加熟悉，也就不用打个游戏还要猜一下耳机会不会没有电啊？游戏模式听脚步会更加清楚，但是打三角洲这种脚步声比较模糊的游戏，就需要自己调节 EQ 来看看。这个产品的解析力倒是蛮高的，如果说嫌懒的话，那建议参考一下别人的参数调一下吧。虫鸣鸟 GM50 这款耳机的外形就比较新颖，官方是推出了黄色和黑色这2个版本，黑色的感觉有些普通，那就不多说。黄色的这一款我在看到了第一眼的时候，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是有点酷似于大黄蜂，有相同感觉的可以扣个1。GM50 主打的是无感佩戴的麦克风，与常规的头戴式耳机的小尾巴麦克风不同，其麦克风采用的是原厂拾音技术，在保持隐形美观的同时，配备 AI 智能芯片，能够精准的过滤无效音源，无需贴近耳边就可以清晰的捕捉人声。用人话就是说，麦克风好用，多功能滚轮设计，可以一键开关语音，并且调节音量。那说白了，操作便捷。音频方面 ，GM50 用的是50毫米大尺寸振膜动圈单元，配合7.1环绕声，游戏音箱方面的表现是很不错的。西伯利亚 SR1GS 这款耳机用了50毫米的大喇叭，能够提供无线7.1环绕立体声，高中低音调得非常均衡。游戏里的爆炸声和脚步声这些低音效果特别真实，各种游戏细节也都能还原得很到位。那打开标准模式后，高中低音更加均衡，声场开阔立体，听音乐、看电影都非常够用，细节表现力很好。耳罩用的是高级仿蛋白
皮材质，那填充高回弹静音海绵，戴着又软又透气，长时间用也不会觉得闷热。那个独特的飞翼式悬浮头梁设计就很实用，能够有效的避免夹耳朵压脑袋，还能够自己调节松紧，玩通宵也不觉得累。戴着整体是非常服帖的，戴着眼镜也没啥压迫感，总的音质表现完全能够满足游戏需求，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。不过装驱动就会稍微麻烦一点，那必须插上适配器才能装驱动，还得单独下载驱动文件，不像裸机设备那样即插即用，自动识别安装，这个点的确不太方便。不过这个大熔炉灯效真的很 get 人。有没有？极度未知飓风2这种耳机作为一款经典的游戏耳机，如果预算够，第一推荐的就是这款游戏耳机，不管是游戏性能还是游戏体验都是非常好的。飓风2这款耳机采用的是人体工学头梁，提供了良好的贴合度和舒适的佩戴感，坚固耐用的金属框架提升了整体的强度，配备舒适隔音耳罩，让耳朵沉浸在舒适环境中，并且隔断周围的杂音。耳机轻盈灵巧，优质的记忆海绵和柔韧的人造皮革带来是异乎寻常的舒适度，那即使长时间游戏也能倍感舒适。耳机拥有虚拟牵引环绕声，游戏中精准定位，硬件驱动提供了牵引环绕声，精准的声音定位让你在游戏中能够洞察先机，锐不可当。而且内置53毫米驱动单元，搭配舒适的贴合封闭式耳罩，带来富有感染力的音效。如果说觉得飓风2不太合适，或者再多加一口上个飓风3，再就是500至1000元价位段。Nord 3这种耳机在佩戴舒适性方面采用了轻巧的重量设计，确保在玩游戏或者旅途中佩戴舒适。另外，耳机采用的是旋转的耳罩、可调头带以及伸缩头梁，再搭配透气的记忆海绵耳机罩，让你随心所动畅玩游戏。音质方面，采用的是更新的音频驱动软件 Sonos 支持环绕声、Chat Max 等更多功能，在游戏中可以使用参数均衡调节器调整整个声音谱、聆听细节，使用 Sonos 的空间虚拟环绕声获得环绕音体验，大幅度细化音频，分别调整游戏和聊天的音频细节。那第2代降噪麦克风带了清新的语音传输，双线麦克风与驱动搭配使用，可以消除背景噪音以及干扰，从而减少键盘和按键的敲击声音，更有效的沟通。500元的预算，懒得研究耳机的朋友，那么我还是一样的意见，可以直接选择飓风3，它几乎能够胜任任何的 AVPS 游戏需求。那相较于第2代，最显著的提升就在于麦克风，游戏开黑语音交流非常清晰，而且耳罩做的相对较大，用的也是一贯舒适的网布材质，就很舒适，夏天使用起来就非常加分。侧边音量旋钮和麦克风开关设计便捷 ，DTS 音效在观影和玩3A 大作时沉浸感十足，在 CS2 中表现优异，提升辨位精准，吃鸡时同样给力，脚步声清晰可辨，如同近在耳畔，枪声层次分明不刺耳，全金属框架质感扎实，佩戴稳定不压紧，并麦时的灯光提示设计也非常贴心，其出色的脚步细节解析力充分体现了专业的水准，综合体验的确物有所值。雷蛇旋风黑鲨 V2 极速版耳机本体设计风格跟过往的雷蛇耳机相似，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。佩戴体验上，超大的耳罩柔软的同时包裹感极强，把整个耳朵都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而且雷蛇雷云的制备是支持模块化的，所以在接入新的雷蛇外设后，需要更新一下才能识别。最重要的是，除了标准版的立体声之外，还有 THX 音效可供选择，比黑鲨 V2 极速版还便宜，还支持 THX 音效的耳机还有吗？没有吧。加分点还有个勿扰功能，那谁都别想阻挡我今天上大分。耳机的侧边麦克风静音按键也得以保留，这个按键在需要闭麦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。麦克风方面，这次极速版把专业版的可拆卸麦克风改为不可拆卸，虽然说只是小阉割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爽。那有些基础功能虽然说我不一定用，但是你不能没有呀。黑鲨 V2 极速版的外形其实游戏元素并不突出，麦克风可拆卸的话，偶尔可以做外出搭配也是不错的。你不会就是怕我们带出去，所以说不可拆卸吧？好，被我发现了吧？极度未知阿尔法无线耳机配备了50毫米乳磁铁大尺寸发音单元，支持 DTS Headphone X1空间音效，并且采用创新式的双音箱设计，可以将低音和中高频声音隔开，并进行调整输出，有效的提升了声音的素质，提高影音游戏过程中的声场空间感，更加适合游戏玩家。耳机耳罩采用是黑色蛋白皮包裹记忆棉，柔软度偏软，隔音效果优秀，皮质表面易于日常打理，更加亲肤。佩戴舒适性方面，极度未知从未让人失望，他家的耳机舒适度真
真的是可以称之为标志性的。虽然说耳机为了品质和长续航配备的铝制框架和大容量电池，但是320克的耳机竟然带着几乎没有压头和夹头的感觉，那这一手是真的绝。建议其他耳机厂商也可以跟进研究一下。后梁部分接触面积比较大，也比较柔软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压迫感，全包裹耳罩，柔软亲肤，隔音效果好。整个耳机的松紧度也设计的比较合理，长时间玩游戏没有夹头的感觉。不过当下炎炎夏日，要是厂家能多配一套网面或者布面的耳垫可选，那就更好啦。最后是1000元以上价位段 RG0G2 耳机对于头围偏大的游戏党就非常友好。一方面重量仅为318克，属于是轻量化设计，而且框架进行了微调，会更加适合长时间佩戴，减轻耳朵的负担。另外一方面 RG 提供2种不同材质的耳罩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佩戴舒适度进行选择。和1代相对比，0G2代的佩戴感比起1代来说舒适太多了。皮革耳罩质感很细腻，织物的耳罩和头梁触感也非常的舒服透气，夏天不会觉得闷。游戏用默认的设置档位就可以，听音乐、看电影之类的需要自己在推荐设置上进行 EQ 调节。灯效确实非常帅，不管开不开都非常好看。雷蛇北海 G1V4， 北海 G1V4 采用的是雷蛇自家招牌 Triforce 40毫米镀钛驱动单元，内部有着高音、中音、低音3个部分，可以进行分贝调节，而且内置了可伸缩麦克风，还采用了雷蛇 HyperClear 联系技术，有着32K 赫兹的超宽频带采样率。那比起传统耳机常用的16K 赫兹，音质会更好，听感也更加真实。RGB 灯效自然也是必须的，雷蛇北海 G1V4 采用的是帅气的9区耳罩灯光系统，如果说是和其他设备一起联动，那游戏的灯光效果那就真的是拉满了。在外设或者说是在游戏圈里，雷蛇是能够占据一分天下的，要是价格能够别再往上加，那就更好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小怪，下期视频需要我推荐啥，和我唠唠吧。